圆觉经普贤菩萨章。这时候，普贤菩萨在大众当中，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，向佛足行最敬礼，向右绕佛3圈，然后长跪合掌对佛说：大慈大悲的世尊啊，恳请您为今天法会里的各位菩萨，以及未来世所有修学大乘佛法的众生开示。既然我们已经听闻了这个圆觉清净的本来境界，那具体该怎么修行才能证得它呢？世尊啊，有3个最大的困惑，困扰着从菩萨到凡夫的所有众生。第一个困惑是给那些已经听懂了文殊菩萨开示，知道一切如幻的修行者的。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到我们所经历的整个生死轮回，从山河大地到世间万物，本身就是一个如幻的境界，进而又明白我们的这个身体以及我们能思考能感受的心念，也都不是真实不变的我，同样是幻化的产物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如幻的身心，在这个如幻的轮回境界里去修行呢？这样的修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第二个困惑是给那些修行更进一步，开始怀疑修行主体的菩萨的。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把这些身心妄想执着、这些虚妄的认知都彻底消灭了，那到时候连这个小我，连这个执着于我在修行的心都没有了，那到底是谁在修行呢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佛陀您在文殊品中开示因地法行的时候，又说我们要在这个如幻的境界当中去修行呢？第3个困惑，也是最根本的困惑，是给绝大多数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，已经彻底遗忘了修行意义的凡夫众生的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看似真实无比的生死轮回，其实本来就是我们修行的因地法行场所。他们早就忘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，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里修行。他们只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生生死死，在这个如幻的境界里不断体验各种苦乐悲欢，不断被自己的妄想执着牵着鼻子走，永远在生死轮回里打转，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过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对于这些已经在生死中长居幻化，始终不知道这是如幻境界的众生来说，他们的生死轮回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终止？他们被妄想缠缚的心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解脱？恳请您为未来世的一切众生开示有什么善巧方便的方法，可以一步一步的修习，让大家能够永远脱离所有的幻化，证得真实的圆觉境界。说完这些话，普贤菩萨五体投地向佛礼拜，
这样反复恳请了3次，始终恭敬如一。这时候，世尊告诉普贤菩萨说：好啊，好啊，善男子，你能够为各位菩萨以及未来世的众生，请问修习菩萨如幻三昧的善巧方法和修行次第，让大家能够脱离一切幻化。你现在仔细听好，我来为你解说。当时普贤菩萨听了非常欢喜，和在场的所有大众一起安静地聆听佛的开示。佛说：善男子，你们所有的困惑都来自于一个根本的误解。你们以为幻化是真实存在的东西，以为有一个幻的世界和一个真实的觉是分开的。其实，一切众生所经历的种种幻化，从山河大地到身体心念，从生死轮回到烦恼痛苦，全部都从如来的圆觉妙心中生出来。这就像虚空中的花，本来是因为眼睛有病才显现出来的，它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虚空。虚幻的花虽然消失了，虚空的本性却不会有丝毫损坏。同样的道理，众生的幻化心念也要依靠幻化的修行来熄灭。当所有的幻化都彻底熄灭之后，那个本有的觉悟之心是从来没有动过的。甚至可以说，如果你依靠幻来说觉，那这个觉也还是幻。如果你执着有一个真实的觉存在，那你还是没有离开幻。就算你说根本没有觉，也同样是幻。所以说，只有当所有的幻化都熄灭了，连觉和幻的对立都消失了，才叫做真正的不动。善男子，你们担心把所有幻化都消灭了，就没有心了，谁来修行？这是落入了断灭见。我所说的诸幻尽灭，灭的是你执着为我的那个小我之心，灭的是你对身体、心念、境界的虚妄执着，而不是灭了那个本有的圆觉妙心。就像空花灭了，虚空还在；波浪平了，海水还在。幻化只是圆觉心的影子，影子消失了，本体只会更加清晰。所以修行不是要消灭什么，而是要认出什么是假的。当你不再把假的当成真的，那个真的自然就显现出来了。善男子，既然一切都是幻，那为什么还要用幻来修幻呢？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下手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就活在幻化当中，我们只有这个如幻的身心可以用，只有这个如幻的轮回境界可以作为修行的因地法行场所。你不可能在幻化之外另外找到一个地方去修行，也不可能丢掉这个如幻的身心，另外找到一个真实的我来修行。所以正确的修行方法是，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的境界。因为你坚定的持守远离的心，所以
当你发现自己的心也是幻的时候，也要把这个心如幻的念头也远离，然后连我正在远离幻化这个念头本身也要远离，再然后连我要远离那个远离幻化的念头也要继续远离，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远离的了，所有的幻化自然消除了。这就像钻木取火，两根木头互相摩擦作为因缘，火生出来之后，木头就烧尽了，最后灰飞烟灭。用幻化的修行来破除幻化的烦恼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能修的心是幻，所修的法是幻，但是当这两个幻互相摩擦的时候，就会生出破幻的智慧之火。当智慧火把能修和所修都烧尽的时候，那个本有的觉性就自然显现了。而且要知道，当所有的幻化都消失之后，并不会落入什么都没有的断灭境界。善男子，对于那些从来不知道这是如幻境界，已经彻底遗忘了修行意义的凡夫众生来说，解脱的方法其实最简单也最直接，不需要复杂的仪式，不需要漫长的次第，不需要积累多少功德，只需要4个字：知幻即离。当你在任何一个当下觉察到自己正在执着某个境界，正在被某个念头牵着走，正在把某个假的东西当成真的时候，只要你知道了这是幻，你当下就已经离开了它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方便方法。而离开幻化的当下就是觉悟，也没有什么一步一步的次第。不是说你今天离一点，明天离一点，慢慢才会觉悟，而是说每一次知幻离幻的当下，你就是觉悟的。凡夫和佛的区别只在于凡夫是念念执着，而佛是念念离幻。一切菩萨以及未来世的众生依照这个道理修行，这样才能永远脱离所有的幻化。这时候世尊为了再一次强调这个道理，就说了一首偈颂：普贤，你应当知道，一切所有的众生，无始以来的幻化无明，全都从一切如来的圆觉妙心中建立，就像虚空中的花，依靠虚空才显现出形象。空花如果消失了，虚空本来就不曾动摇。幻化从觉悟的本体中升起，幻化熄灭了，觉悟就自然圆满。因为决心本来就不动。如果各位菩萨以及未来世的众生能够常常远离幻化，所有的幻化就都会消失。就像木头里生出火，木头烧尽了，火自然熄灭。觉悟本来就没有次第，方便法门也是如此。